把你的购物车拿捏得死死的。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站一程水一程，订酒店就同城。感谢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席特约赞助播出。帮帮帮，网课上作业帮。本节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找。本节目由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请让我说话，说话，说话，没有人废话，丢下你的虚荣吧，跟我一起面对吧。你需要我就要勇敢的去爬呀。我叫李佳杰，东北英语姐张彩玲，小鹿 Sherry。唯一的特长就是吐槽，我有心理准备挨骂。很肤浅，很肤浅。大家都很辛苦哈，从那么多人里面居然过关斩将的到现在，曾经虐过大家的4位门神如今、时钟、首尔、陈明也会加入到大家的行列当中，参加接下来的比赛。这个环节的比赛名字叫做1v1砍半赛。也不用这么直接吧，这个听着胆战心惊。哇哦，又到了这个刺激的环节。砍半，我砍你走一半。血腥，非常血腥。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抽签上台来选择自己的题目和对手。来，我们看一下24个辩题。室友总是不经意用我东西，该不该跟他撕破脸？伴侣的副驾驶有一根明显不属于我的头发，该不该问清楚？这题好玩。这个好玩。在厕所隔间听到同事说我坏话，我要不要大方走出来？大题读完之后，就让我眼前一亮，哎呦，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非常真实的问题。第一个是，程璐，这么快啊？挑吧，啊。人们。我不敢接这个。该不该跟同事做好朋友？你觉得呢？好像都是针对我设计的，不该吧？张莫凡，也是因为我是那个有钱的朋友吧。陈近南，还没有人对上，大家都特别客气，对题不对人，是吧？我想打这道题的正方。黄志忠呢，他要挑战1v1，他需要获得对方的认可。我愿意接受黄志忠的挑战。焕俊，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特别不想选的人，他选了我一个很想选的题。焕俊挑战熊浩，壮士，挑战傅首尔的请举手。哎，有没有人要挑战我？那边也有1、2、3、4、5。这届选手真的太刚了，我真的非常期待。陈明工作的原因不在现场，我们连线他进行远程选题。选的是孩子作业太多，总是写到半夜，我该不该跟老师理论？马老师，如今要选陈明。有必要放到这么早吗？有。第5季 BB King 的时候，我1票之差输了给他。陈明，颜如晶直接挑战你1v1，你接受挑战吗？不接受。好怂啊！可以解决，到时候大家不要选内核蓝就好了。对，留给如今。在现场有一位不知名的选手叫黄志忠，他说把你对面的那个位置留给颜如晶，大家都不选。陈明，要不然现在还不如豪迈一点，接受了算了。我觉得就是我走或者他走都太血腥了。我愿意离开。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呀？真的太难了，不太理解。但可能这就是这一季的一个信号，就是告诉所有人，就是这一季会野到什么程度，令人发指啊！欢迎大家收看爱奇艺自制综艺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的《奇葩说》第7季。来，让我们有请《奇葩说》导师蔡康永、薛兆丰，有请女神杨幂。大家对刘晴老师就是不是特别熟悉，对吧？对，神秘嘉宾的意思就是见了也不知道是谁，对，这叫神秘嘉宾，对。所以没关系，我们目光还是放在秘密身上，好吧？我是杨幂，大家好，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对，杨幂对《奇葩说》海选的那些选手能留下印象的还有几个？印象深刻的有很多啊。回过头来看看，很精彩，对对对。都是谁呀？都谁呀？你们？你们一个个妆也太浓了吧！杨幂在《奇葩说》海选结束之后，被选手一致的说全程黑脸，好像看谁都不高兴。为什么？看到他们大多数还是很开心，但是有些真的很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叹气叹很大声。但已经被淘汰了吗？也有些还在。鼓掌就不是我。秘密，我们今天会努力，等一下把他们都弄走。这么多选手，你看，就是有好多，你们那几个跟我说杨幂臭脸的举手。我倒想去看看的。哎，怎么不举手？来，冉高明，该举手进。没有啊，高明是。好像你是唯一，我唯一就说我喜欢冉高明，然后结果高明觉得我臭脸。没有，我今天为了你早上8点就来化妆了，我是最早一批来化妆。如果不是为了我，你也会8点钟来化妆的。KO。有被他吓到的，真的可以讲一下，谁被吓到了？熊浩老师有什么感受吗？因为我得到了每一个老师对我的肯定，所以我觉得我是被温柔对待的。哦，你好社会，来，请坐吧。拜赛。好吧，薛教授这一季跟上一季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对选手啊？对，随便对谁，比如说这女神换了呀。我觉得她很好，她黑脸很好。你要到她微信了吗？要到了。要到了，那我们收工吗？而且有合照啦。我今天上场之前，薛老师还说，我们等一下再合一张啊。对，再合一张是前面那一张你不满意是吗？你跟杨幂合照，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说说看。前面那张只是上半身。你们这次要全身。啊，全身，好吧。好吧，那我们各位导师请就坐。好，欢迎回到《奇葩说》第7季现场。那么现在是1v1砍半赛，我们介绍一下简单的规则。48位奇葩已经事先抽签选题，2配对成功，他们将依次进行1v1辩论，然后根据我们所有人的投票，胜者进入这边晋级席。败者面临淘汰。我们4位导师当中，每一位都有一个灯，然后有2位以上按灯，他就被壮士留步。壮士留步席只有6席，当6席满了以后，第7个被导师们留步的选手，由4位导师来决定谁将会被替换。哇！所以。最后能不能留步，不知道。大家好运。好，进入最激动人心的环节，让我们共同感谢，把你的新年礼物拿捏的死死的，每一天都爽爽的。感谢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奇葩说》第7季。
山一程、水一程订酒店就同城，感谢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无论梦想多奇葩，一口一口实现它。感谢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席特约赞助播出。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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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网课上作业帮，感谢好成绩有人帮的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找，感谢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只要有它暖肚子，再也不愁过日子。感谢暖富黑科技好暖好暖好暖的苏菲好暖卫生巾行业赞助播出。找工作上前程无忧，会前程无忧，感谢带你前程无忧的前程无忧行业赞助播出。谢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商。哎，我们48位选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跟你讲，今天真的不是一个好过的日子。一会儿啊，你们站在这儿开杠，你们看一看，康永哥是会露出笑脸鼓励你们的。秘密啊，大家保重啊，这个。然后刘擎教授以逻辑严谨著称，发现你中间的哲学漏洞。薛教授，只关注他自己能不能上下一个综艺，其他的他不在乎。所以我还是那个啊，有可能会打断你的那个敲木鱼的人啊。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对上场选手的题目是：在厕所隔间听到同事说我坏话，要不要大方走出来？正反方选手是正方紫银，反方小黑，有请。大家好，我是《奇葩说》第6季人气选手小黑。男子汉就是要敢做敢当，顶天立地。两情若是阴阳相隔，确实是需要率先复活。我不图个长长久久，也得图个团团圆圆。我想选的题就是那种非常的适合我的题，所以我选的题可能呼之欲出了。啊。在厕所隔间听到同事说坏话，不走出来。有没有人要挑战我？大家好，我叫子云，我是一个程序员。有一天我要是有钱了，我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件世界上最贵的格子衫 ，Burberry 的。这就是程序员的终极梦想，格子衫自由。当天其实选题的时候，我就想选一道职场题去答。一开始我本来盯了大概5、6个题，我觉得都可以打，但是随着这个进度就一直没有抽到我，然后都被选了。热爱的工作令我秃头，要不要辞职？哎呦喂，中了奖，这是我的题啊！中了要玩整整3年的环球旅行大奖，要不要辞职去？我又一个题被选了。第一份工作如果不喜欢我的领导，我觉得不该辞职。感觉有点无奈，特别难受。怎么了？没什么，当时没有什么可以选的了，就无奈选了小黑。那个题向死而生。他说我贴了你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没事，反正最后一场了，好好打。谁都最后一场？哎，这说不定嘛，大家自己体会嘛。我没有信心赢，好好把这道辩题打好，表现好，这是最重要的。临终遗言。大家好，我叫子银，我是一个程序员，相信你们也能看出来。来，小黑。大家好，我叫小黑。够了，啊，不够吗？老师让我说完吧。大家好，我叫小黑。今天我穿了一件粉色的衣服，所以今天我是 Blackpink 硬咬 Ariel。好，正反方2位剪刀石头布来决定先发言的是谁，好吧？好，来，剪刀石头布。小黑，你可以决定先发后发。
我要提醒一下啊，先开先杠后结。我觉得大家期待已久，不如我先讲。好，那就小黑先开先杠，每人3分钟立论。小黑3分钟，开始。啊，厕所啊，厕所，不就是用来说别人坏话的吗？我在别人说坏话的地方上了个厕所，我怎么好意思大方走出来呢？退一万步讲，就算厕所就是用来上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带薪粑粑”？而带薪粑粑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偷懒。而偷懒是需要做公平交易的，怎么做呢？就是你得一边偷懒一边听同事啊讲你的坏话。所以在职场上是没有一份安逸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大方”这个词。人呀，大方点总是没什么坏处的。但你在厕所里大方个什么劲儿呢？你是要在里面请客吗？你敢请，有人敢来吗？所以大方跟厕所不搭。那我们就看下一个词，走出来。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会走出来的职业是什么吗？什么？模特？模特呀！我就问了一个我的模特朋友，我说你们平时走秀的时候是怎么走出来的呀？他说无非就2种，一种是欢快的走出来，比如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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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很酷的走出来，比如我说你有没有听过大方的走出来？他说大方的走出来怎么走？是一边走一边发红包吗？确实做不到，所以人呀要学会放过自己。如果你做不到大方的走出来，不如在厕所里再待一会儿。子莹一会儿可能跟我们讲，不，我们走出来是要给对方释放一个讯号，就是你以后讲话的时候小心点。但是大家也看得出来，我平时呢是去上男厕所的。男人上厕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十分迅猛。你想一想，敌在明，你在暗，当你慌张地跑出去，却发现他已经消失在人海，你向谁释放讯号呢？我还有一个点是不能讲了，对，时间到。太遗憾了，稍后跟您聊。小黑，这个坑你用完了吗？用完了，你用完了。好，那子银的观点就是，在厕所听到同事说你坏话，要大方走出来，是吧？好，对，3分钟，子银开始。大家好，我是子银，我的观点是要大方走出来，不走出来我在等什么？等他们走吗？敌不动我不动，他们不走我就一直等着吗？现在厕所坑位多紧俏，我们写字楼里每一层有400多个员工，每个性别只有2个坑位，早晚高峰时候排队等位那是家常便饭。我在里边，我知道外边有人等，我还不出来，这叫什么？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我要走出来，因为我不想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哎，这个很妙哎，这个很妙。有人说了，你走出来会被人发现。大家看看我这个样子，扔到写字楼里，谁能发现我？3个程序员穿着格子衫往那一站，开心消消乐。往出一走，移动的马赛克，你还发现我？我自己都发现不了我自己。我一扭头，我以为是在照镜子。哎，子莹可以呀，子莹可以。当然，我跟一般的程序员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我太喜欢说话了。但是平时我没有太多机会说话，因为其他程序员不喜欢说话，所以憋得我都来奇葩说了。现在隔间里外面有人议论我，多好的说话机会！我管他好话还是坏话，我先出去痛快嘴。我走过去，我跟他说：“哥们儿聊着呢，这么能说，刚才在工位怎么不说呢？跑厕所说这么热闹，
好这口是吧？空气新鲜的地儿张不开嘴，是不是？那咱们就好好说说。不是喜欢串闲话吗？不是喜欢逼逼吗？巧了，我奇葩说辩手，要的就是爱看爱逼逼。咱们今天就看看谁能逼逼，咱们就看看 Who is BB King of Toilet。有人还说了，我在厕所里不出来是为了不想撕破脸，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你们回不去了，因为之后你们的关系变成什么样？说你坏话这件事，你知道，他知道。他不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你又得假装你不知道，他知道，陪着他演戏，他对你视而不见，天天留你一个人搁那儿即兴表演，他没有为说坏话这件事情付出任何代价，而你徒增了很多烦恼，导致了熵增。熵增是什么？就是徒增了很多烦恼。所以怎么办？大方走出来呀！在里面听别人说坏话，我多难受！凭什么我要自己难受？我就要走出来，让他也难受。他看见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看看我？你是不是得琢磨？你是不是得琢磨他听没听到？你是不是得琢磨他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哎，我还就不说了，我就让你猜，我要让你们猜的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哎，我还不着急走，我还要在里边洗手。我还要系洗手液，我还要认真揉搓30秒，我搓得你灵魂片片凋落。好强啊，他这个！所以我要大方走出来，我要把我的难受强加给那个始作俑者。其实，在职场里走出来，这是一个我们小小的倔强。我就是要走出来，我管你外面有谁，我管你说什么。你说好话，我要走出来；你说坏话，我还是要走出来。因为我上厕所上完了就得走出来，这是我的开门自由，也是我自由的底线，谁也不能阻拦，哪怕他是王祖蓝。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大方走出来。谢谢大家。时间到。哎，你木鱼怎么？这才刚刚开始就节目砸了。会摸木头。来，我们请导演送一个备用木鱼。我们还有备用木鱼，那为什么拿这个来考验我？哇，你们4个人有3个人现在投给了子银。好戏刚刚开场啊！目前双方都只是3分钟立论。下面是开杠环节，每人有1分钟时间，先开先杠。小黑，你准备好了吗？加油！加油！好，开杠，开始。子怡你好，你是一个程序员，那你知道我以前是个英语老师吗？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你刚才说 I'm the king of the Twilight 少了一个 the 吗？哇，这是什么路数？现在知道了。好，知道了就要改。刚才子怡说的很清楚了，程序员都长一个样，你是怎么确保人家讲的坏话的那个人就是你呢？如果我确定不了，这个辩题就没有意义，他一定是指名道姓在说了。你们程序员平时不怎么聊天，但是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非得在厕所聊吗？那说我坏话的不一定是程序员。我觉得这道题关键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被我听到了。你说我坏话，我不听到还好，说听到了我就要出去跟你理论理论。在职场这叫遇水搭桥，逢敌亮剑，必要的时候意大利炮都得给我拉上来。哇，这个自信也太强了。这就打到了我最后一个点没讲，职场的坏话常常是实话。他说你这个人老不在工位上，哎，你确实是因为在厕所里。那我就要出来证明一下清白，我就拉了这么点时间。小黑，你时间到，来，正方还有22秒。我觉得很多人选择蹲在里面，是想我计划一个长远的计划，我去报复他。我想请有这样想法的人想一想，那是一些什么智商的人在厕所里说坏话，你还报复他？而且现在职场流动性多大，你花了1年做了一个 plan 去报复他，他 Q4 离职了，你的 KPI 没有完成，你怎么办？再找一个去蹲吗？子银，时间到。做一个深呼吸，最后做完30秒结辩啊！来，
先开后结，所以子银30秒开始。其实我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是在想，为什么会有不走出来这个选项？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们在职场多年，我们怂了，我们一直在看别人的眼色，但我们有点迷失自己了。在推开厕所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的不是那2个说我坏话的人，而是那个曾经的自己。是曾经的那个敢拍着桌子跟老板说你就是个垃圾，是敢天不怕地不怕当初的那个自己。他就站在那看着我，看着现在已经怂得不成样子的我说，咱们一起去干翻这个世界。谢谢大家。小黑30秒结辩。我真的没有想到子莹走出来只是为了自己看自己。其实啊，在职场上，我们大多时候是跟同事的时间重合的，但同事呢又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像是你的朋友，但他偶尔会听你讲心事；他呢不是你的恋人，但却经常陪你加班到深夜；他不是你的亲人，但偶尔会给你送来关心。今天我们选择不走出去，是因为我们不要主动破坏这个美好，而无法挽回。职场里需要情绪管理。时间到，谢谢小黑。来，我们全场观众请投票。5、4、3、2、1。好，结果出来，正方胜出。请让我说话。厉害，子银89票胜出。子银，请到晋级区就坐。谢谢大家。厉害厉害！哇，子银真的是一点不客气。前排正中就坐了。他从厕所出来就直接走的。对。子莹是非常厉害，我觉得他是有搞笑的一面，但他也有个道理。这个道理比较简单，他讲的就是说，我要做真实自己，要 get even， 就是我要跟你对峙，是又有理的一面，又有情绪有趣的一面。我觉得子莹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辩手。然后小黑，哎呀，孤独站在那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这样啊，我们来看一看那个4位导师当中，康永哥一直是投小黑的，但是在最后那5秒的时间里面，这个投给了子银，所以导致4位导师清一色的投在了正方。康永哥最后叛变的原因是，我被子莹的结辩吓到，就是我仿佛看到陈明的鬼魂附在他的身上一样。就我没有想到程序员最后会使出这么狠的招数来。对。然后他明明就见过了小黑上一季有多精彩，然后他这么镇定的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所以对他有一份敬意。可是呢，我不能够忍受这么快就失去小黑啊，我觉得很可惜。而且明明他讲话的时候秘密就笑了。所以多难得，这今年才第2回笑。如果要救人的话，我会试着拉着秘密一起看能不能够。不用啦，不用啦，我会投的。哇，谢谢谢谢。哦，谢谢。2票以上就壮士留步了。所以小黑，你知道这个台上谁是亲人了吧？秘密和康永哥都是亲人，那谁是仇人呢？我怎么都觉得小黑一定是那个会从里面走出来骂同事的那个人。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内涵，没想到失败了。那小黑，那就壮士请留步。谢谢。哎，我觉得上一季海选的时候，小黑也是被我们救回来的，救回来的，也是救回来的。有人就是慢热一点。小黑，你走的是5条人战术吗？我走的是一条老路啊。没有所谓的老奇葩光环，也没有所谓的你对这个场子熟悉的优势，就是宛如一个新生的舞台。我们看看下一道辩题是：
好朋友明知我偶像是谁，还在朋友圈骂他，我该怼吗？两位辩手是李佳杰、陈毅、杨洋，有请两位。嗨，加油加油啊，杨洋！分别介绍一下自己，从正方开始。好，大家好，我叫李佳杰，是一个来自娱乐圈底层3678线小艺人，但我上次过了。我现在站在奇葩说的舞台上，是跟我的公司和经纪人做着抵抗，没有人同意我来奇葩说，我的经纪人所有人都不同意我。Oh no！ 今天我就要站在这里打赢这场比赛，打击他的自信心。他现在还站在外面呢，我还要扬眉吐气的出去告诉他我赢了。加油啊！加油啊！来，杨洋介绍自己。Hello， 大家好，我叫陈阳，我是一个网红，然后就是一个竖屏的软件的网红。之所以来到奇葩说，就是想从竖屏来到横屏，所以说谢谢大家。洋洋，你这话不太吉利，你这样很容易竖着进来，横着出去。Hello， 我是陈毅杨，目前22岁，98年的，然后是一名网红，但是有点小。你们都有高品位，可是那有什么所谓？不听音乐会可以早睡，不看几本书可以买醉啊！开心万岁！谢谢。好，两位的题目来，让我们再看一下。好朋友明知我偶像是谁，还在朋友圈骂他，我该怼吗？李佳杰的立场是怼，杨洋立场是不怼，是吗？我先问一下，你们俩的朋友圈有交集吗？有。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爽快的人，他甚至在朋友圈分享他的论点。他前2天发朋友圈，大家好，我问一下大家，怼和骂有区别吗？然后在下面回哈哈哈哈哈哈。我说你让我知道了，然后我就马上删除了那条朋友圈。但是我看到了，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对手？怎么会有人在朋友圈讨论自己的论点？我觉得真的天塌了那一瞬间。我忘记我加他微信了。我觉得好像在幼儿园里。两个小学生。咱们还开始吗？开始，对不起。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再来，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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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洋洋你赢了。你想先还是后？你想先还是？你说吧。你说吧。好，那我先。他俩确实是可爱。洋洋3分钟立论。好朋友明知道我偶像是谁，还在朋友圈骂他，我该怼吗？不该怼，为什么？因为我不敢。哎，大家仔细的想一想，这个人明知道你喜欢这个偶像，还非要在朋友圈骂他，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无所畏惧啊，反而是你有点怕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平时就有点强势啊。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和马东老师是朋友，他明明知道我喜欢康永老师，他还非要在朋友圈 diss 他。哎，那我怎么知道他们两个大人物之间的电光火石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敢怼，我也不敢问啊。而且其实非常明显啊，大家看我这么一脸柔弱、弱不禁风的样子，我在友谊当中肯定是处于弱势的嘛。如果非要让我怼，我肯定怼也怼不过，吵架我更吵不赢啊。所以说我干嘛自取其辱、自讨苦吃呢？好，2，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啊。你朋友去骂你的偶像的目的是什么啊？有可能就是宣泄一下情绪，也有可能是你偶像真的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是你去怼你朋友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想让他不要再骂你偶像了嘛。可是你觉得你怼完你朋友，他就会不骂吗？做梦，他只会变本加厉、变幻莫测、变形金刚。他真有毒啊！好，3，我们再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位朋友。如果他真的就是莫名其妙，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那如果让我仔细的思考一下的话，我会觉得他暗恋我。哎，他吃醋了，一个信号，他有点微妙，就是可能这段时间啊，我花在我偶像身上的东西过于多了，就是冷落了他，他在表达醋意抗议。那这个时候，你最好的方法是怼他吗 ？No， 你最好的方法是带他一起去看一场你偶像的演唱会，哎，让他知道你的偶像有多么的迷人。这样不仅能促进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为你的偶像多贡献一张门票。
一来二去，我们3个人就可以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好，4，最后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堂堂的5、6、7、8尺男孩吧，然后也可以看出佳杰是个知性的美少女，所以说我们应该懂事了，懂得一些道理，就是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谁也不要去说服谁，就是不要去争一些口舌上的输赢，有的时候你赢了口舌，但是却输了朋友啊。所以说，在你朋友和偶像之间摩擦起火的时候，你又为什么非要去添一把柴加一把火呢？与其这样，你不如轻轻地划掉那条朋友圈，然后潇洒地打开一瓶酒。成年人不是非要做选择的，这样朋友和偶像你都可以拥有。谢谢。哇，洋洋，你真的是脑洞清奇。谢谢。我以为小黑已经算是我们奇葩说的自恋狂了，结果还跑出这个人了。人家对他偶像是暗恋他。没关系，我们脑连接一下啊。来，佳杰，你准备好了吗？我等一下，被他洗脑了，马上回归我自己。你被他洗脑了？被洗脑了。那要不要投降啊？你出来辩论，他发完言，你说你被洗脑了，这是个。觉得对方说的对是吗？我觉得对方很有感染力，但他不对。好，那你的3分钟开始。首先拿到这个题，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饭圈女孩也是有属性的。我们饭圈女孩有什么？有妈妈粉、男友粉、女友粉、妹妹粉、事业粉等等。在这个题啊，对于我们有偶像的人而言，就是好朋友在朋友圈骂我的儿子、骂我的老公、骂我的老婆、骂我的老板、骂我一个妈生的亲哥。你说我对不对？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叫这些粉？啊，为什么我们不叫螺蛳粉？为什么我们不叫无关紧要粉？为什么我们不叫随便你怎么骂我都站在这里无动于衷呆若木鸡粉？他们俩真是棋逢对手。所以要怼，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今天是陌生人这样干的话 ，OK fine， 陌生人你可有可无，我直接拉黑删除。如果今天是我亲爸亲妈这么做的话，那亲爸亲妈存在代沟，那我也得屏蔽他们，我再离家出走3天3夜已是此事情节非常严重。但今天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既不可有可无，你又不存在代沟，而且你明明知道我的偶像是谁，你还在朋友圈骂他。What are you doing now? What are you doing now, my best friend? OK， fine， 大家的氛围打乱了我的思路，让我看看我的稿。我们饭圈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叫做先撩者错的意思总懂吧？就是不对的意思。这个名词解释，很高级。既然今天你对他的讨厌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友谊，那我就让我对他的喜欢也超越我们的友谊。我们来掰扯这件事儿。我们怎么掰扯这件事呢？如果我够客气讲礼貌，我今天来这里。你好，陈一阳，请问朋友圈是您本人发的吗？您让我看到了呢，您可真是一点做人的智慧都没有。笑里藏刀，何其恐怖！虎躯一震，你感觉2个人下一秒就要绝交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想一想，好朋友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是不是就是怼？而且我要怼得天花乱坠，我要怼得生龙活虎，我要用上自己毕生华丽的词藻，猛烈的怼一对，爆炸的怼。如果我怼得不到位，好像显得我俩关系不到位似的，是不是？好，这是，然后42秒，第3点，偶像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上价值了。偶像在无数个黑夜里面，他的双手从电脑屏幕里伸出来，擦干我的泪水。这就是偶像的意义。我们看着他度过难关，经历艰险，到今天他小有所成，他带给我的是什么？是一份相信的力量啊，朋友们啊，相信的力量。他今天站在台上闪闪发光，我相信我能在我的领域里勇往直前。今天他对于我而言是一份精神力量，那你又对我足够重要，所以我才觉得我的精神力量受到了摧毁，你就不能屏蔽我们，保护一下我们，对不对？时间到，非常准时。什么？他后面说什么？我也没太听见。非常好，非常
我迫不及待的想听你们俩开杠。我特别期待你们俩开杠的时候，从屏幕里各伸一只手，擦干对方脸上的泪水。来，先开先杠，洋洋，开始。好，佳姐，我想问你，既然我们两个是朋友，那平时我们肯定玩得很好，但是你在这个时候突然骂我的偶像，会不会是一个误会？那既然是误会，我就要澄清。如果你非要让我怼的话，怼有什么用呢？只会让误会更大，是不是？那今天为什么我都已经你说再说一遍？哎呀，就意思就是这是个误会，我要去澄清，而不是怼，因为怼没有用，怼只会把误会更升级。你指的误会是你和我偶像之间，还是我和你之间？都有。都有，说一个。那就是我跟你。你跟我之间有误会，所以你是借着偶像这个事儿向我开炮，所以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24小时应接我的准备。那我来怼你了，你还有意见？什么逻辑居然顺过来了？太牛了！他好可怕呀！有意见，但是我想说，就是你在朋友圈发我偶像坏话，我第一件事真的不应该是怼你，因为我们两个有共同好友，我共同好友看到你怼他，那岂不是坏了我的大事？我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发我偶像的几句好话，去回应你，而不是第一时间就是为我的偶像做危机公关。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下这个社会，我尊重每个人发言的权利，并且我并不奢望同化每个人对每个人的喜好。所以今天你作为我的好朋友，我并不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而道德绑架你要喜欢我喜欢的人，而是告诉你，你这样做骂了我喜欢的人，你是不在乎我的感受，你不是好朋友，你太伤我的心了。我在乎你的感受，且你是我的朋友，所以说我认为我的偶像，他是值得被喜欢的。而且你刚刚反应的太激烈了，有可能我的朋友他就是讨厌我的偶像的粉丝那么激烈，所以说你这样怼会不会印证了这个结论呢？时间到。我确定你们俩说的是中文，但是我实在是没有理清楚你们俩到目前为止的立场，就是。洋洋，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明知道我在他的朋友圈里，你又去怼他，岂不是坏了我的大事？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也没听懂。我的意思就是，我跟他是朋友，那肯定还有其他的共同好友。他在朋友圈发了我偶像的坏话，那我就应该我也去发2个我偶像的好话，比如说他最近做慈善之类的，就是正面的东西。你是在帮他支招是不是？不是在帮他支招，我是说我不怼他，但是我可以发我的偶像的好的东西，懂了吗？没有。然后佳杰的那个公司是一个人工智能公司吧？佳杰他不是一个人类，因为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长的复合句。中文里不这样用的，在这个自由的时代，我们既不能同化一个人，又不能怎么的，句法结构非常复杂。我就非常怀疑，他要么有超级的智商，要么他就是一个 AI。行，那结辩吧，还结吗？还结吗？还结30秒。好，我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要怼我的好朋友。其实并不在于说我好朋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会对我的偶像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他伤害到的是我，因为他没有尊重我的感受，他没有在乎过我的喜好。我觉得你作为好朋友，你本应该在乎我的感受，你怎么没有做到呢？所以我今天来怼你，我怼你，我索取的不是一个道歉，我索取的是我们的一份友谊。好朋友之间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明面上说，我不想在心里默默给你扣分。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不想要我们的友谊在一次又一次憋在肚子里的委屈所吞噬。哇，这句子好长啊！真的每个句子都很长。人工智能无疑。来，洋洋，30秒开始。好，那我也强调一下，我的偶像不必成为你的偶像，我喜欢的人你也不必喜欢。这个时代节奏那么快，2021年会有7个选秀。就相当于是有700个人，今天这个可以是你的男神，明天那个可以是你的女神。所以说我比起我一天换一个的 idol 偶像，我更加在乎的是我们朋友之间的友谊。所以说我不怼，谢谢。好，我们给他们2个投票，5、4、3、2、1。最后77比19，正方李佳杰获胜。谢谢。他的结辩没有逗号，他是一个句子结下来的，好吓人啊！
女团的硬核是憋气呀。我觉得李佳杰很有逻辑，他开杠很厉害，他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手。一共有2位导师，1位女神给李佳杰投了票。来，请你们3位帮我翻译一下他说的是什么。来，薛教授，你肯定听懂了，你第一个投的。没有，我觉得他肺活量很好，就给他。这是一个铁人3项的选手。对。那刘教授，他说复合句这么长没有病句，而且基本上还是有 point。他说的太复杂，而且能说清楚，我很佩服这一点。对，那秘密选择了正方的原因是？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他们俩整个的交谈过程中，不管是谁最后获得胜利，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都经历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对。而且给李佳琦加分的是，当这个杨洋说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做配合表情。佳杰在说的时候，杨洋也会配合他，所以他们2个非常的可爱。康永哥，你没有投票的原因是？我没有觉得我在看辩论，就很像小品的感觉。对不起，可是很可爱。我们成功了，我们的目的就是在正片播出啊，很真实，很给我们一点镜头吧。他不要让我讲话，对不起，所以你就让他讲话。可以了吗？行了哈。我担心我只要发出任何一个字儿，他们俩就会接上，你知道吗？要不咱们来个接龙吧，佳姐，好不好？我随便说一个字儿，好吧？惊，就是要拿这个打头是吗？惊为天人。人穷志短。人穷志短，短暂的一生啊，短。我已经经过了短暂的一生了，我这个短暂的一生还是很漫长的，这个。马东，为什么我们在接龙？为什么要玩接龙？我就觉得他就是接龙神器，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啊，好，来，李佳杰成功晋级，谢谢，拜拜。加油！留个步，他很好。你是不是想把他带着一块儿过去？我觉得他很好，安利一下，可以留个步。好，加油！我很同情你们公司的人，真的，就是我要是你的经纪人，我也会疯。陈阳，壮士留步3。我们的友谊会感动一切的。恭喜陈以阳，壮士留步。好，来，请看下一道辩题。把前任当人脉，让4个人的感情非常乱，理还乱家不清，那要怎么样绑个中国结吗？杨幂，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如果他把你当人脉，你会帮他吗？不帮。从感情上来讲啊，前任就是垃圾。这道题目问我们呢，就是我们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啊。我的态度呢，就是要废物利用。毕竟我们中国啊，在支持光盘行动。有任何同事的任何缺点是你能接受、能包容、能忍住不拆穿的吗？他既没有在 KPI 上作假，也没有欺骗别人的感情，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他找我发脾气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发完脾气之后，他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个正确的判断。按照你的讲法，对谁发脾气才是错的？没有太听懂，不好意思。我从来不敢这么跟我老婆讲话的，我很难想象我老婆跟我说：“孙悦你在哪？地球。”你在干嘛？呼吸。我怕我这么说会没有呼吸。你的媳妇儿在上班带娃，而你却在四处潇洒。你的娃已经会叫爸爸，而你这个爸爸又在哪儿？你爸爸可能救命不发，而你却回不了家。我们真的。我们真的有必要接受这些错过吗？好，来，我们看下一道辩题是2位辩手制，颜如晶挑战陈明，你们又把决赛搞到前面来了。我就想打一下陈明。